大家好，我是素素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萌趣动物熊抱小熊猫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包包由主体和尾巴组成，先购置主体，然后再购置尾巴并组装。先购置主体，有腿、身体、头、五官、脸纹、手和拉链组成。这款产品大部分使用表格图解的形式，往下我教大家认识一下表格。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， H 加数字表示行数，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，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。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。首先来钩织脚，脚有相同的两个，都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这款包包都是采用十字短针钩织，后面统称为短针。用到的针法有 X 短针、V 短针加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织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单环起针，接着在起针的大洞里钩7个短针，注意钩十字短针，先立个锁针起立。完成后收好线圈，最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为正面。将第一圈的正面作为整个包包的正面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表示翻面的意思，翻转织片。接着钩7个短针加针，也就是在上一圈每一针上钩2个短针。钩的时候将线头包裹进去。注意翻面后，针目在左上方的位置。
钩好后也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后面绕圈钩织时，每一圈结尾钩引拔针，开始钩起立针，且起立针和引拔针都不算作一针。下面来钩织第三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。小括号表示为一组，乘以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。先来钩第一组，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加针，这样小括号里的一组就钩好了。继续对照表格把剩余的组数钩完。钩好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，拉紧，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四圈，这一圈不加不减钩织，也就是一一对应钩织。钩完后的针数和上一圈一样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好后引拔，拉紧，这样第四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第五圈也钩好，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这样一只脚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只脚也钩好，钩好后不断线，这样脚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身体的钩织，先连接两只脚，然后向上继续钩织身体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A 短针减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配色随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。接着不断线的脚继续钩织，先钩4个锁针，翻面，取出另一只脚，从第一针开始钩织。注意，从上一圈反面入针，继续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，收好线头。钩好后，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的一根线钩织。
钩好后，继续沿着针目钩织。针目位置钩好后，又到了锁针位置，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织。钩好后，与第一个短针引拔连接，注意不要勾错针目。钩好后，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第2圈也钩好即可。第2圈钩好后，下面来钩织第3行，先翻面，然后在上一圈倒数第12针接线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，钩织到最后一针前。遇到线头时，包裹线头，最后是 K， 表示空一针不钩，这里不用引拔，这样第3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，把对应不加不减针行钩完。钩好后来钩织倒数第2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行数较少，立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钩好后钩2个锁针，接着与第一个短针引拔，拉紧，这样倒数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最后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接着钩一个普通短针减针，先调上一圈最后的2个锁针钩织，分别挑这2个锁针的一根线，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。1、2，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
绕线一次穿过，这样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对照表格，勾对应数量的短针。接着调针目，勾普通短针减针。先调左侧2个针目，分别勾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一次穿过，继续把剩余的勾完。勾好后，引拔拉紧，这样最后一圈就勾好了。到这里身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头的钩织，沿着身体继续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来钩第一圈，这里需要重新接线，我小样这里没有断线，接着之前的线头钩织，大家实际重新接线钩织，方法和脚最后一圈一样。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先在头最后一圈钩对应数量的引拔针，这一圈的引拔针都不用拉紧。接着在头第28圈对应针目，依次钩4个引拔针，然后在头第29圈对应针目依次钩15个引拔针，接着在头第28圈对应针目依次钩4个引拔针，最后在头第29圈钩2个引拔针，完成后与第一个引拔针辫子引拔拉紧。这样头第一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圈，这一圈调引拔针的辫子钩织，对照表格里的针法把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引拔拉紧，这样头第2圈就完成了。下面继续对照表格钩织，后面钩织时还会用到短针隐形减针。下面我演示一下这一针的钩织，来看一下，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一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一根是后半针。
先穿入第一针的前半针，再穿入左侧相邻的前半针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再绕线一次穿过，短针减针完成。这种直挑前半针钩减针的方法称作隐形减针。用这种方法钩织，针与针之间缝隙比较小，织物整体更精致。头后面圈数大家对照表格钩织，后面钩织时会需要渡线，这里我演示一下渡线的方法。将线圈拉大，然后将织物或者线团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然后在对应针数将线钩出。渡线可以稍微松一点，然后对照表格里的针法钩织，这个就是渡线的方法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自行将头全部钩好即可。钩好后，预留约4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最后用预留的线头把最后一圈捏扁卷针缝合好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同时穿过2个针目，缝好后将剩余的线头过渡到大致中间位置。然后钩5到6个锁针，最后打结长线。形成这样的扣眼，这样头也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五官的制作，有耳朵、眼睛、眉毛、鼻子、嘴巴和腮红组成。先学习耳朵的钩织，耳朵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分为内耳和外耳。首先钩织外耳，外耳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钩织内耳，内耳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来回往返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W 短针1针放3针，
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锁针起2针，起针完成后，来钩织第1行，倒2表示在倒数第2针上钩织，从钩针一侧往回数，也就是这一针，调锁针上方的半针，钩短针，钩好后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2行，第1个锁针起立，翻面，然后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，第2行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的行数钩完。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，这样内耳也讲完了。内外耳多钩好后，将它们组装好。先将外耳缝到头，将头捏扁，然后在头缝合位置两侧缝合，将耳朵也捏扁，由引拔针的位置朝后，身体开口朝左边，然后沿着针目与头缝合。下面给大家提供缝合的方法，先学习方法再缝合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大家以手里的实物为准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把耳朵捏扁，在对应位置缝合，缝好后在头里面打结长线，这样一只外耳就缝好了，另一只外耳在对称的位置缝合即可。外耳缝好后，将内耳缝到外耳上，将最后一行反面朝外，与外耳缝合位置大致对齐。下面请看演示，把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内耳放在对应位置，然后沿着一圈缝合，
缝好后，将线头在外袄里藏好。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内耳就缝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只耳朵在对称的位置也组装好即可，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鼻子的制作。鼻子由鼻子织片和绣制的鼻子组成。先钩织鼻子织片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锁针起4针，然后从倒数第2针开始，先钩2个短针，接着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钩好后旋转织片，调锁针剩下的2根线钩织。最后引拔拉紧，这样第1圈就完成了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把剩余的几圈钩完，钩好后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，这样鼻子织片钩织就讲完了。接着来绣制鼻子，用对应颜色的线抽取其中一股，然后在第2圈先绣一个 V 字形，V 字形2根线段间隔约0.7厘米。绣好后，把2个线段之间填满，然后向下绣人中。绣好后再绣至嘴巴。下面演示一下方法，先学习方法后再绣制。先绣 V 字形线段，然后在线段之间绣满。绣好后，绣一条约0.7厘米竖向的线段作为人中。
绣好后，在人中下方绣一条横向的线段，作为嘴巴。从人中线段里面穿过，弯出弧度，这样嘴巴和鼻子就绣好了。最后将鼻子字片缝到头第11到第13圈，将织片针目与头缝合。注意缝的时候，鼻子在上方，不要缝反了。缝合时塞入废线头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大家先学习方法后再缝合。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将鼻子放在对应位置，然后沿着最后一圈针目缝合。边缝边调整，不要缝歪了。缝好后，藏好线头。这样鼻子就缝好了。下面来学习眼睛的钩织。眼睛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。钩好后，用白色线在眼睛正面绣至眼白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15厘米白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。穿入缝针，先在眼睛反面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第1个短针位置出针，大拇指压住缝针，然后在缝针上绕线2圈，接着将针垂直插入，
稍微拉紧。绣好后，把线头在反面固定好。这样眼白也绣好了。下面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再勾一个，并把眼白绣好，这样眼睛的钩织就讲完了。眼睛都制作好后，将它粘贴到头第10到12圈大致中间位置，眼白位置朝上，在鼻子两边粘贴。粘的时候稍微倾斜一点，大家参考成品，将它粘好即可。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眉毛的绣制，在眼睛上方间隔1圈绣制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截约30厘米白色线，穿入缝针，先在头里面藏好线头。然后在对应位置出针。我这里小样位置随机，只演示缝合方法。绣一条约0.5厘米的线段，绣3次。绣好后，将线头在头里面过渡到另一侧，在对称的位置，将另一侧眉毛也绣好即可。绣好后，在头里面藏好线头，这样眉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腮红的钩织，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勾好即可。勾好后，将它粘到鼻子两边，粘贴时反面朝外，这样腮红就讲完了。到这里五官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脸纹的钩织，左右分别1个。先来钩织右侧，这个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、FA 长针减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先起对应数量的锁针，来看一下锁针背面有这样一根根横线，这个是锁针的里山。挑倒数第4个锁针的里山，先依次钩4个长针，接着钩一个长针减针，先在左侧2针分别钩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。先来钩第1个，钩针绕线，穿入，将线钩出，绕线从前2个线圈中钩出，这是一个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相连一针再钩一个。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这样一个长针减针就钩好了。下面对照表格把这一行钩完。
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这样右侧脸纹就钩好了。将脸纹粘到脸右侧，粘的时候弯出弧度，上方与腮红间隔2针，下方大致与头第1圈对齐，大家自行将它粘好即可。这样右侧脸纹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左侧脸纹，先钩对数量的锁针，这里我已经钩好了，然后从倒数第4针，先依次钩4个长针，也是调里3钩织。钩好后钩一个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长针。下面对照表格把这一行钩完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也将它弯出弧度，对称粘贴到脸左侧，这样左侧脸纹也讲完了。到这里脸纹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手的钩织，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都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下面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将它缝到身体前面，也就是有五官的这一面。2只手居中缝合，之间间隔约4到5针。缝合方法和耳朵类似，下面大家自行将它缝好即可。手缝好后，在2手之间缝上小花朵，用手同色线缝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剪一节约25厘米的线头穿入缝针，先在任意1只手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在手搭至第2圈里侧出针，穿入一个花朵，在另一只手第2圈缝一次，可以再缝一次固定。缝好后打结藏线，这样花朵就缝好了。
手也就讲完了。最后来缝合拉链，在身体侧边开口缝合，成品的拉链头朝下，也就是脚的位置。具体拉链头的方向，大家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。剪约40厘米主体同色线，抽取其中2股，穿入细针，一端末尾打结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。取出拉链，将拉链放在身体里。这里我用小样演示，身体开口较短，将多余的拉链放到身体里面，拉链齿下方一点与开口对齐，然后沿着拉链齿下方一点与侧边缝合。如果想要牢固，可以往回再缝一遍，这里我就不缝了。缝好后打结断线，然后另取线将另一侧也缝好。缝合前先把下方这里固定一下。多缝几次固定。缝好后，将拉链另一侧缝好。边缝边试拉。最后打结断线。
这样拉链就缝好了。到这里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尾巴的钩织，由主体和装饰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再制作装饰。主体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注意钩织过程中需要换色。钩好后，将它缝到身体后面第4到5行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完成即可，这样尾巴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尾巴的装饰钩织，由苹果和配件组成。先钩织苹果，再制作配件。苹果分为果皮和果肉，先钩织果皮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这样果皮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学习果肉，大家先对照表格把前3圈钩好，这里我已经提前钩好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圈，先立2个锁针起立。接着钩织中括号里的针法，中括号表示在同一位置钩织，先在相邻一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继续在同一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这样中括号里的针法就完成了。继续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钩一个中长针加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2个中长针。继续对照表格把这一圈钩完。最后2个锁针钩好后，在最后一针钩一个引拔针，预留约30厘米的线头端线。这样果肉也钩好了。接着将果肉和果皮组装好，将果肉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将2个织片反面相对，调果肉最后一圈针目和辫子和果皮最后一圈反面，这样的一根根横线缝合。锁针位置调大致2根线缝合。因为果皮的针数比较多，可以调2针，与果肉的1针缝合。还剩一点开口时，在里面塞入废线头。
最后可以把果肉结束位置和开始位置稍微缝一下。缝好后，在苹果里面藏好。果皮的线头也藏好。这样果皮和果肉就缝好了。接着来钩织果蒂，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钩织，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。大家对照表格将它钩好，钩好后将它缝到果皮，在果肉大致开始位置缝合。缝好后，在果肉大致中间第2圈绣2条这样倾斜的线段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将果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对应位置缝合。缝好后，将线过渡到相对的位置。稍微勒一下，形成苹果的形状。然后在果肉第2圈缝2条线段。将线带到果蒂旁边，缝上一个龙虾扣。最后将线头藏好。将起针的线头也藏好。接着将苹果和尾巴组装好。先在尾巴固定好线头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。插入一颗珠子，
然后与苹果底部缝合。最后将线头在苹果里藏好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最后按照纸样裁剪出叶子，将它粘到果蒂旁边即可。这样苹果就讲完了，装饰就全部完成了。到这里尾巴就讲完了。最后可以将龙虾扣到头扣眼位置，或者扣到缝花朵的线段上。到这里，这款包包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